the longest time, they were actually comfortably importing American chips,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they have to start buying Chinese chips. And not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d them to, but rather it's because of these policies from America. So, and in fact, they said, well, thank you for keeping us on our toes. There were huge accelerations in these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re was almost a national euphoria when they made breakthroughs in the chip industry. Small victories, but still small triumph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pretty happy. And by the way, President Biden, would you mind also sanctioning our national men's soccer team too?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语言风趣幽默啊，英语非常流利的演讲者，名字叫做金克宇，他是中国籍的经济学者啊。最近几天啊，由于爱泼斯坦文件被公开啊，他呢再次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真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爱泼斯坦这个性侵犯后来在监狱里自杀了嘛？江湖上一直传言啊，说爱泼斯坦啊有大量的文件没有被公开，这些文件里头啊涉及到很多美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政商显要人物啊，跟爱泼斯坦相互勾结的证据，他们都去了罗利岛参加了那性爱派对啊，比如说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啊，还微软的总裁啊比尔盖茨啊，还有那个英国科学家霍金呢。当然，江湖也传言啊，说特朗普也去了。那马斯克不就说了吗？他说特朗普为什么反对公布爱泼斯坦文件，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名单中啊。当然，特朗普很快就出来说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但是呢，特朗普确实啊，不主张爱泼斯坦文件公开。他说这个文件有什么可公开的？这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值得公开，该公开的都公开了。所以围绕着爱泼斯坦文件啊，在美国政界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其实爱泼斯坦的文件不仅仅涉及到爱泼斯坦自己啊，爱泼斯坦当时啊，由于刑事犯罪被调查嘛，美国司法部啊，一共扣押了查获了他几万封文件。然后呢，除此之外，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呢延伸到其他领域，你比如说一些受害者啊，跟其他人的一些交往啊，后来呢也形成了几万份档案。那由于特朗普反对公开啊，前段时期几个月之前公开了一点点，但其实也没什么内容啊。所以关于爱泼斯坦的文件是一个数量非常庞大浩繁的文件。但事情在最近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共和党里出了一个叛徒，因为过去共和党很多人都支持特朗普不公开，因为这是民主党的阴谋嘛。但是共和党里头呢，在众议院里有一个人叫格林，这个格林呢，非常支持川普，但是唯独在爱泼斯坦文件这个问题上呢，他主张公开，不惜啊跟特朗普直接叫板呐。当然这也是美国制度的伟大之处啊。他呢就私下找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合纵连横，那民主党一直主张公开啊，所以呢很快他们就组建了一个跨党派的协调小组。这个跨党派的协调小组就希望在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一项法律。什么叫法律呢？这个法律名字就叫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言下之意，我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这法律通过了，你总统也得执行嘛，你总统也不能超乎于法律之外嘛。你美国毕竟不是中共嘛，你特朗普毕竟不是习近平嘛，我们通过了这个法律，你就得执行。那么这部法律就规定啊，说爱泼斯坦文件中间，除非少数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其他必须完全公开，而且这个公开的方式非常彻底啊，就是说放到网上可以提供下载，任何人都可以查阅。那这部法律呢，一开始特朗普态度比较暧昧啊，但是在11月中旬的时候，特朗普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他从来没有阻止过这份文件公开，他赞成公开。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特朗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转换了他的立场啊。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背景下，爱泼斯坦文件的公开应该说是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公开了啊。就在11月18号，就前2天啊，美国众议院以427票比1票通过了这份爱泼斯坦的文件透明法，紧接着交给参议院了。参议院是无异议通过啊，这么高的比例啊！我看美国参众两院历史啊，只有支持台湾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支持度，那一下子变成法律了，这么高的比例，特朗普也不能否决呀，否决的话，人家还让这个比例投票，那你总统你也否决不了嘛。那么这部法律公布之后，那美国司法部就开始陆续公布这些文件了，其中有2万部这个文件啊，是跟那个爱泼斯坦的遗产有关啊。那这2万份文件中间呢，就涉及到，爱泼斯坦跟很多人的邮件往来。这个文件公开之下，一下子就牵扯到了
美国前哈佛大学校长，也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这劳伦斯·萨默斯呢，那有点来头啊。他的舅舅是著名的经济学者萨缪尔森，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叔叔呢，也是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阿罗。那你想想，人家生活在一个经济学世家里面啊，所以呢，他28岁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确确实实年轻有为啊。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到美国政府里头决策机构。1999年的时候呢，他当了美国的财政部长，就相当于现在特朗普政府中间的贝森特。那你想想，应该是美国经济政策啊，最高的决策人之一，一干了好几年啊。2001年的时候呢，他去到哈佛大学当校长了，一直干到了2006年。他在哈佛大学当校长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就2005年的时候，他私下跟别人讲话嘛，他就说女性啊，在科学创新这个领域内，好像是能力不如男性。那后来就被人公开了，就有点像中国的毕福剑一样啊。那一公布到网上，那不得了。那你想想，你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你竟然说女性不如男性在科学创新这方面啊，那这一下子他没办法了。2006年的时候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呢，当然他也没闲着啊，做过白宫的经济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呐，然后又做很多那美国基金的那些董事啊。你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 OpenAI， 他就是个 OpenAI 里的独立董事，所以在美国属于炙手可热的人物，横跨政界和学术界啊。那爱泼斯坦文件中间涉及到他的主要有哪些内容呢？一个内容就是说，这个人呢跟爱泼斯坦的关系非常密切。爱泼斯坦呢先生已经臭名昭著了啊，但是呢大家发现啊，这萨默斯作为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的校长，长期以来跟爱泼斯坦是哥们儿。你比如说，他坐过4次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那能被爱泼斯坦邀请坐私人飞机的，那关系肯定不一般嘛。而且呢，爱泼斯坦呢给他的哈佛大学捐了2500万美元，然后呢，他投桃报李啊，在哈佛大学给他建了一个办公室。你想想，爱泼斯坦这个混混、这个流氓，在哈佛大学还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那双方你可以想象，可是各取所需啊。然后呢，这萨默斯还是爱泼斯坦给他自己妻子的一个机构啊捐了100万美元。那个妻子的机构好像是搞什么诗歌的，也没什么正经的事儿啊。那是爱泼斯坦给他捐了100万美金。那你想想，那涉嫌利益输送嘛啊。那更重要的是啊，就是在这个他跟爱泼斯坦交往过程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女性。这位女性呢就叫金克宇。应该说他跟这个爱泼斯坦在邮件往来过程中间啊，提到金克宇的时候，他从来没用金克宇的名字，他用了一个代号。这俩人还经常打暗号呢。你看看这两个这个哥们儿之间啊，用很多暗号暗语。他把金克宇的名字呢叫做危险，名字就叫危险。那为什么大家最后锁定说这个危险就是金克宇呢？有2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啊，这金克宇的爸爸呢叫金立群，曾经做过中国的财政部的副部长，后来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然后这个萨默斯啊，就有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就遇到了金立群，上去恭维金立群呐。然后呢，他就在邮件里头就跟爱泼斯坦讲了。那你想想呢，金立群就只有一个女儿嘛，金克宇嘛。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金克宇啊，让这个萨默斯给他指导论文提意见，他就把很多邮件直接发给了萨默斯。然后这萨默斯呢，就把这邮件呢直接转发给了爱泼斯坦。但是爱泼斯坦哪懂这个学术论文呢？经济学他根本不懂啊。但这2个人呢，讨论来讨论去，不是讨论经济学啊，是讨论怎么泡妞。因为这萨默斯看上了这个金克宇，他觉得金克宇啊又聪明又漂亮，然后还特别自信，他被迷上了。其实那一年金克宇2019年的时候啊，这金克宇呢36岁，而萨默斯呢已经65岁了。但是这老头你别说，花心不止啊，他天天想泡这金克宇。然后他就觉得金克宇对他不冷不热的啊，然后他就非常痛苦非常苦恼，就向爱泼斯坦请教。然后你比如说有一次他说金克宇把这个论文发给我了，让我来指导。然后呢爱泼斯坦就跟他出主意，说你先不要给他回，先给他放一放，要冷他一下子，让他感觉到他对你有期待。然后你呢，你还不能立刻就回复他。你看这2个这个肮脏的男性啊，对女性的这种态度啊，就像一个狩猎者。当然了，这些邮件过程中间似乎体现出来，这个萨默斯好像跟这个金克宇啊曾经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这2个人通话过程中间有一段话，爱泼斯坦就跟他讲了，说啊，你跟他重新上床的概率啊
大概是0%，重新上床。那言下之意，那不是曾经上过床吗？是吧？反过头来他就讲了，他说啊，这危险呐，要想找到比你更优秀的男性啊，这个概率也是0。吹捧这个萨默斯嘛，是吧？就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邮件往来啊，一直持续到2019年爱泼斯坦被抓的前一天，你可见这两个人的关系之铁呀。当然了，这些邮件一爆出来之后，那你想想，那美国舆论就炸了啊！这劳伦斯是吧？这也傻眼了，那马上就出来道歉，他说他为他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耻。那你感到非常羞耻，那爱泼斯坦文件没公布的时候，你怎么不羞耻呢？那现在爱泼斯坦的文件一公布了，你感到羞耻了。可见这种羞耻也是一个公关行为啊。紧随其后，他就说他辞掉了所有的公共事务啊，仅保留哈佛大学教授这样的一个职务啊。你比如说，就是那个 OpenAI 董事会，他现在就辞掉了。但要我说啊，他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也应该辞掉。他今年已经71岁了，老头子了，还想当哈佛大学的教授呢啊！当然，哈佛大学最新的也出来表态了啊，要针对这萨默斯当年跟金科宇的行为啊，是不是有逾越当年哈佛大学的这个操守，那么要进行重新的调查。那最后的调查结果，那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啊。那这里头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清楚金克宇，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金克宇啊。金克宇呢，出生在1983年，他呢是这个中国财政部的副部长金立群的女儿啊。哎，他呢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就到美国去留学了，在纽约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去读的高中。这个高中的学费非常贵啊，据说现在是6万美金一年。他住在了美国最高检察长的家里头，寄宿在他们家里头。你想想，那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显赫的啊。在美国呢，读了3年高中之后呢，17岁考上哈佛大学经济系。那这个哈佛大学的经济系是非常难考的啊，能考上哈佛大学的经济系也确实非常了不起。据说是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优秀，学霸。在哈佛一共待了9年，前4年是本科生，后面呢这个5年呢先后读了硕士和博士。最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才讲的啊，那萨默斯在2001年到2006年期间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这萨默斯本身呢也是搞经济学的，他虽然不是金克宇的导师啊，但是呢，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圈那就这么大嘛。而且呢，萨默斯呢又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同时呢又是这个圈子里头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者嘛，所以他在邮件里头称金克宇是自己的门生。所以现在坊间都猜测啊，其实在金克宇在哈佛读书期间啊，他就给金克宇一些指导。金克宇呢，在2009年毕业之后呢，就去到了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教书去了，也是蔡英文的母校啊。在那里头一干就干了10几年，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职务啊。2023年啊，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职了，回到了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他应该说是在当代中国女性中间非常出色的一位啊。前一段时间，就2年前，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啊，不是跟6位中国非常优秀的女性一起参叙吗？这其中就有金克宇。那么金克宇啊，关于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主要是一个八卦的角色。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很多人呢，有媒体啊，就给他发邮件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这金克宇就没有回复。但是呢，金克宇在这个事件之前，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那此前的关注呢，都是因为金克宇在前2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中国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本书啊，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意义啊，远比那个所谓的八卦呀，这个跟那个哈佛大学校长之间的这个绯闻呐更有价值啊。所以我今天的节目，我想着重介绍一下金克宇的这本书中间他传递的一些思想吧。长期以来啊，这个西方社会呢，都很难解释，就过去4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很奇怪嘛，过去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吧？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呢，突然搞改革开放之后呢，又是一个大政府，然后呢，这国家呢还共产党一党独裁，政府的手伸的也很长，但是呢，经济发展在40年的时间里头啊，持续保持世界差不多第1的位置啊。这个呢，很多人都找不到解释模型。那么这个
国内啊，大家都知道林毅夫有一套解释模型的方式，但西方有很多国家不认可啊。金克宇的这本书说白了，其实也是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过去40年经济持续发展。The biggest misunderstanding is somehow that a group of people, or even just one person, runs the entire Chinese economy. It is far from the reality. It is a very complex, large economy, and even if there is an extreme form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the economy is totally decentralized. 他提出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解释模型啊。首先，第一点，正于他这本书的名字啊，它叫《中国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西方很多人一直都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嘛，对吧？但是金克宇认为，其实啊，中国啊早已经不能叫社会主义了。他说，在中国实际上他看到的比许多国家还要资本主义。I've rarely seen a more capitalist society than China from the pure economic side. I've rarely seen companies that are as competitive as Chinese companies, people as ambitious and obsessed with making money as Chinese people, kind of ruthless, actually. And look, consumers shop, firms invest. If you invest well financially, you'll get great returns. What is not capitalistic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那这种过去都是只有资本主义情况下才有，社会主义不是啊，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啊，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的。马克思认为竞争本身会带来无序啊，会带来浪费啊，所以不需要竞争来配置资源呢，通过计划就可以了。但是中国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国家，同时也是相对经济上非常自由的国家。然后呢，人们都是野心勃勃的，拼命想要赚钱呀。那这个也都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计划经济里头，你也没机会赚钱嘛。他这个观点啊，其实跟黄仁勋前一段时期接受访谈的那种观点差不多。黄仁勋就认为，中国现在在经济领域里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由度，实际上是美国这些国家都不如的。马斯克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就在中国其实搞工厂更方便嘛，没有那么多市场管制嘛。所以金克宇就说，其实中国一方面非常的资本主义。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fabric is highly socialist. First of all,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minate many of the sectors. The state banks control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often talk about common prosperity, about equal opportunity, just and fair society. But even, daily stories, a walk in the park behind my parents' apartment, you're going to find at least 50 organized social groups on a daily level, singing, dancing, exercising, doing whatever these fantastic idiosyncratic hobbies they have, getting together every single day. 由此他就说，你看，中国你已经很难把它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套解释模型啊去衡量了。他说，西方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一直把中国当作新苏联。I also, in my mind, am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since operated. That doesn't sound at all like this model. And it's interesting that countries that,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had a similar cultural communist problems, the bureaucracies that form inside the communist state, it just seems that China broke away from that somehow. Yeah. I don't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happened. In the West, they group these economies together as if they're the same thing. No, it's not the same at all. 他说，如果你要是把中国当作新苏联的话啊，那你可能会长期误判中国。There's so many differences, so much more flexibility. You can have dynamic entrepreneurialism at the same time have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And I think this is w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shape and mold. 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个解释啊，确实还是蛮有道理的。我过去也一直认为啊，就中国你显然不能把今天的中国当作是新苏联嘛。那么他后来紧接着开始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增长呢？ A unique model that balanc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between state coordination and market mechanisms, and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communalism. It's not necessarily black and white. You can have all these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As a contrast to the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economy, as I mentioned, was extremely decentralized.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istries were in charge. It was central bureaucracy. 在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嘛，一党独裁。但是他没说一党独裁啊，一党专政吧，一党执政吧，
或者说就是和谐政治吧。总而言之，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但是在经济上是高度分散的。他所说的高度分散，是指中国的地方经济之间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市长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叫市长经济。The role that the local mayors, I call this the mayor economy, plays in reforms, but also driv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it is actually not run by just a handful of people. 他说这个市长经济啊，每个地方都拼命的要追求 GDP， 这个 GDP 呢，他要搞一些很创新，搞一些优秀的企业到这儿来招商引资啊。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合肥这个城市，合肥这个城市啊，在国外不是特别有存在感。但他就说，你看合肥这个城市啊，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创新企业。他说，你去看中国的独角兽企业的地图，这些企业并不仅仅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有很多其他城市，合肥啊、成都啊、杭州啊，也都有很多独角兽企业。那你合肥，比如说像蔚来、新能源汽车就在这儿。You know, in the last few years, innovation, unicorns have kind of been an implicit yardstick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at's kind of how we've seen these great, EV companies, 80 cities doing EVs. I mean, do we really need 80 cities to do their own EVs, right? Solar panels, now DeepSeek has become, a star.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each local government wants to have their own national champion. 其实他这个说法就是当年的张五常的那个县域经济竞争的理论嘛，只不过他把它翻译了一下。张五常叫县域经济，他把它叫市长经济。其实本质上来讲，在我看来都是一致的。他的观点就是说，中国的官员选拔系统啊，就是以官员的 GDP 为考核核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导致了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把发展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当然，共产党在过去的40年也把发展经济增长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他在这个接受访谈的时候曾经讲过，他说当年中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啊，说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因为中国过去从来都没有把经济建设当作核心，但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这个。他说这个后来就成为了整个中国过去40年发展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核心。贯彻下去，就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把经济增长当作是经济考核，也包括它政绩考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他说创造了过去中国40年来的经济的繁荣。当然，他也解释了一下，他说你比如说政府啊，他说政府西方的一般的观点都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小政府嘛才能迸发出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活力啊。但是他说不一定。他说这里头要区分一个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对于经济追赶的早期阶段，后发国家政府有的时候啊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他举了个例子，你就比如说新能源汽车，他说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在全国各地啊一共建了400万个充电桩，完全是政府搞的啊，跟企业没什么关系。但是政府把这400万个充电桩建起来之后，实际上是为新能源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套设施。你想想，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你搞出来电动汽车，然后呢，你充电不方便，就发展不起来了嘛。但是呢，他说，你看全美国现在加起来也只有100万个，跟中国比起来，那就落后很多。所以说，他就讲，在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在这个经济起步的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政府的这种指导，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甚至比如说在教培市场。他说教培市场就是应该搞，因为这个叫主体竞争。当然了，政府一句话，这个产业就消失了。当时我看跟他沟通的那个英国那个波克主啊，他说这种事情在英国不可想象。但是那个金克宇就认为，他说这个政策的初衷是没问题的。I feel that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t was not necessarily efficient because it kind of frames you and molds you to be thinking in a certain way. What's been taught to you, you don't have the bandwidth or the time or creative freedom to be more creative an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There, it's just the box. Yeah. You maximize the box, and that's it. You don't actually know what's outside of the box, and you never actually go there. That's the bad part of Chinese competition. 因为教培使中国很多家庭投入了很多没有意义的财富在进行竞争。这种竞争就是目标就是考试，
但是考试的内容呢，实际上呢，可能大家都是在无序的叠加资源，最后呢，实际上结果呢，跟大家都不去参加教培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他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路径啊。但是我这2天在看金克宇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啊，9年前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啊，他曾经提过，他提什么呢？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期呢，当然是靠廉价劳动力增长起来的啊。他说现在面临挑战。我觉得中国经济放慢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潜力已经不在了，增长的潜力不在，其实增长的潜力非常多，但是现在问题是，比较难的是属于我们要开始细想一些政策上的结构性的变化，因为你说一个国家如果通过创新、通过科技研究来发展了，能够持续这个很高的增长的话，它必须需要有好的所谓的 institutions， 对吧？这个 institution 这个概念，他说挑战是什么呢？他说你中国要从过去的劳动力优势啊，转化成你现在产业要升级啊，产业升级过程中间啊，你必须要转化成以创新为主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他说这时候就有挑战了。那这个挑战呢，就是中国需要一种体制改变，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变。他也不认可习近平早期提出来的新常态。包括我也不是特别同意有什么所谓的新常态。新常态的意思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很难。就是说到第二个阶段，就是以这个 innovation 创新来维持增长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肯定经济会放慢，这个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不同意要转折到一种比如说以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这个呢是他9年前的观点，但是啊，我在这个《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本书里头，我发现金克宇的观点已经完完全全变化了。他现在已经不认为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新常态他不认可了啊，他也不认可中国现在的制度如果不变革的话，就没办法变成创新了。他现在提出来了一种新的创新的理论，这种创新叫应用创新。他就拿中国跟美国相比啊，他说美国最擅长搞什么呢？0到1的创新，中国比较擅长是1到多的创新。这个说法大家肯定不陌生啊，这2年非常熟悉啊，很多人都这样来解释中国。他就说0到1的创新当然了非常重要啊，但1到多的创新也同样非常重要。他说你不要只把0到1理解为创新，一个产品在应用化的过程中更便宜、更环保、更有效率，其实也是创新。他说中国在这方面独步天下，全世界第一，所以他就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你看他跟过去相比啊，观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甚至其实他通过这关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跟你们西方不一样。Well, people think that somehow there's almost blind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in China. We have a very nuanced relationship with authority, whether it is, between kids and parents or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or with your boss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kind of the same thing. There's paternalism. They think that they're responsible for you. But deference, a certain amount of deference to authority is not blind submission. It's been written implicitly in our contrac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at in exchange for some deference, we are given stability, security, and peace, and hopefully prosperity. 那就是说，你家长制的威权体制啊，或者说政党体制啊，跟老百姓之间就有这样一种契约，我服从你，我也不搞反对的啊。然后呢，你呢为老百姓的利益谋福利，就相当于是这么一种格式吧。你看他这个解释，就跟他9年前的那个思想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2年很多人都认为金克宇啊是中共的大外宣，他呢配合中共在讲好中国故事嘛，拼命的讲中国模式嘛，讲中国的这个威权体制加这个市场经济嘛，所以国外对他的批评非常多。你看黄亚生，我们过去采访过的这个经济学者就批评金克宇啊，说金克宇天天宣传这个中国利外论，他只看到了中国政府啊集中有效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它弊端的一部分。这些批评我个人认为啊，有些方面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金克宇在解释啊中国会不会失去10年的时候啊，他说中国不会。为什么中国不会呢？他说首先中国的人均 GDP 跟美国比起来还差好几倍呢，尤其是中国有
几亿人，月均收入还不到2000块钱人民币，它指的是农村啊。那么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构成了发展的潜力嘛。他过去也曾经批评过，发达国家里头，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再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了，而是天天谋求以再分配为目标。那我想问的是，那中国这些几亿农民进城打工，他们的收入低，到底是分配问题呢，还是发展问题呢？那实际上在我看来啊，它肯定不仅仅是个发展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个分配问题。因为这些人到城市里头工作，他遭受歧视嘛，在城市里没有户口嘛，孩子在学校里头不能上学嘛，他们在城市里头不能定居嘛。那么正是由于他遭受到了城市系统性的歧视，他们的工资才低呀，他们才去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才到富士康里去3班倒去打工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分配问题了，不仅仅是发展问题。假如说他们的权利跟城市居民是完全同权的，他们不会这么干，他们一定要跟城市的居民要求同等的那些社会保障，50岁就到广场去跳舞，对不对？所以呢，金克宇的确是忽略了中国社会体系过程中间存在的一种系统性的分配不公。但是他的解释啊，在我看来呢，确实也从某种角度来讲，弥补了西方现在很多学者对中国发展路径过程中间的不了解。就在前不久啊，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科技分析师叫王丹，他也曾经解释了，他说为什么中国跟美国这些年来比较起来，中国发展这么迅速？他说因为中国是工程师型的国家，所谓工程师型的国家，讲的就是中国啊，总是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边干边学，有什么问题先干起来，然后呢有问题咱再修改，这一点跟金克宇啊不谋而合。金克宇就讲了，他说中国啊发展的模式就是先干，然后呢事后再进行监管。所谓先干，就比如 P2P 互联网金融先干起来嘛，干起来有问题之后再监管，当然就导致了很多 P2P 暴雷啊。但或许也造就了中国的支付宝啊、这个微信支付啊等等这些互联网的金融产品的兴起。他说这一点跟欧洲完全不一样，欧洲你是先审核，审核完了之后你才可以搞。那王丹就认为，他说中国是工程师型的国家，中国的基础建设18年的时间就建起了美国的洲际高速公路的网络，又用9年的时间翻了1倍。他说你想想这个规模，这个速度，全世界没有跟中国相比的啊。他说美国是什么国家？他说美国现在叫律师国家，这律师国家就是律师治理，利也归律师，什么事情啊都通过繁文缛节的程序来搞。他说最后就搞出一个什么呢？他说美国失去了建造能力。过去40年50年，你看美国还有什么大的工程吗？几乎都没有了，都被律师给拖垮了。然后呢，他说不但失去了建造能力，甚至也失去了治理能力。所以王丹的这个解释啊，从某种角度来讲，跟金克宇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这种不谋而合呢，一方面揭示了美国今天西方社会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弥补了人们看待中国体制过程中间的一些常用的误区的视角。当然了，这金克宇啊，他现在特殊的位置啊，他基本上就只为中国体制唱唱歌，也不太去讲中国体制存在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啊。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研究本身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也包括王丹的那本书，我认为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至少西方社会啊，就他们这个书里头都提供了一个观点，你要跟中国去追赶，要去竞争，前提条件你去了解这个国家。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还是用过去新苏联那个体制、社会主义的体制去看待中国，那你注定可能在跟中国竞争的过程中就会落下风。你比如说，在贸易战的过程中，金克宇来讲了 where let's say not one country dominates, and here I'd push back on China and say, yes, you have amazing companies and competitive companies, but you just can't dominate everything. That would not be good for global harmony. You need to give other countries an opportunity. You need to develop your own internal economy, right? Rely on your consumers as part of the deal. Tariffs, this kind of highly protectionist method, is very distortionary, and it's going to be bad for the U.S. 他说中国这个国家，如果你要是封锁它，它反而利用一种国家安全策略啊，可以快速的让它这个产业发展起来。这个观点其实跟黄仁勋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就认为中国的芯片产业你要封锁的话，最终导致中国自主的芯片产业可能发展的速度更快。
更能产生一种所谓的进口替代的效应。所以啊，就着今天爱泼斯坦啊，就是这个文件被公开，金克宇重新成为了一个媒体关注的角色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金克宇的经济学的思想。但是节目的最后还想说一点，其实啊，包括劳伦斯跟这个金克宇之间这个八卦的事件，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挺像是美国跟中国今天的关系的隐喻的，大家不觉得吗？金克宇在这个劳伦斯的眼中啊，聪明、自信、漂亮啊，但是呢，好像跟他自己的关系若即若离，想跟他谈恋爱，是吧？结果又没谈成。有人不是说了吗？他说：“谁说中国跟美国不是两口子？你瞧瞧金克宇跟萨默斯两个人就是这种关系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Preoccupation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today is still about putting food on their table and keeping their kids in school, not really having a dangerous obsession about America, really. It doesn't believe that worrying about America is actually going to solve its own problems,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keep its own house in order. There's a lot of domestic challenges. And by the way, talking about aspirations, and we have an ethical theme in this series of talks, we're going to have to accept that there will be similar aspirations from India, Indonesia, Vietnam, the entire African continent. They are rising. They have huge aspirations to pedal their way to prosperity, and we'll have to need to deal with that too. They're going to start selling cheap goods to China, use its technology, and by the way, some of that is already happening as factories are moving to Southeast Asia en masse. The Chinese don't really have much time to talk about the Vietnamese stealing their jobs. We don't really hear about it in the newspapers. Instead, what they hear about is they should invest more in smart manufacturing, in uptooling, upskilling their workers, climbing up the value chain so they're not forever stuck and condemned to producing cheap goods. Climbing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what they're focused on. And maybe it's also another cultural thing to do. And again, culture and history is something, it's a theme in my book. I like to talk about it a little bit because I do think we kind of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important they are, and that contributes to some of the misunderstandings. But it's a cultural thing to do in China to turn a crisis into motivation. Now, speaking of President Biden's export controls on semiconductors, or kind of asking companies to break off ties with China or to stop selling to them, well, initially it didn't go down that well in China. But then they kind of just turned it into a positive attitude. It totally mobilized everybody. They whipped companies into shape.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y were actually comfortably importing American chips,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they have to start buying Chinese chips. And not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ced them to, but rather it's because of these policies from America. So, and in fact, they said, well, thank you for keeping us on our toes. There were huge accelerations in these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re was almost a national euphoria when they made breakthroughs in the chip industry. Small victories, but still small triumphs.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pretty happy. They turned this around and said, oh, this is pretty positive.